本文写作时，一个中国3口之家在伊斯坦布尔，一个月大概花约1500到3000美元，上限差不多是下限的2倍。还有一个钱坑，很多家庭最后才发现，我放在后面说。差距为什么这么大？因为有2件事是你自己在选，住哪个城区，孩子上什么学校，这2项常常占掉1半以上。算不准的代价是什么？按旅游时的印象做预算，落地半年发现钱不够，只能中途换房换学校，孩子刚适应又要重来。先说最大一项，房租。本文写作时，欧洲一侧优质城区的2至3居室，月租常见于约25000到6万里拉，折合每月约700到1700美元。但这里有个例外，亚洲一侧或稍远的城区可以低到约15000到3万里拉。卡德科伊、阿塔谢希尔一带社区氛围很适合家庭。那为什么还有人选欧洲一侧？因为贝西克塔什、沙里耶一带靠近多所国际学校和商务区。换句话说，省下的房租可能变成每天跨海通勤的时间。还有一点很关键，里拉房租受通胀影响明显，续租时房东常参照土耳其统计局 TÜİK 的物价指数上调。签约那天把调租条款看清楚。打算长期定居的话，买房可能比长期租房划算，也可能与身份规划结合。划不划算，看持有年限、房价和汇率，交易税费要一并算。产权在土地登记总局 TOP 办理。接下来是常常压过房租的那一项，孩子的学费。本文写作时，主流英语国际学校的年学费常见于每年约8000到25000美元，顶级学校更高。学费由各校自行设定，需向学校核实当年标准。选择大致3类，国际学校最贵，土耳其私立学校每年约3000到1万美元，公立学校免费，但用土耳其语授课，适合已完成语言过渡的孩子。不少家庭也关注华侨生联考。要客观地说，他对考生的国籍或境外身份、父母境外居住年限都有明确要求，中国也不承认双重国籍，资格标准以当年官方规定为准。说完2个大头，日常反而最让人安心。食品与餐饮，3口之家每月大致约15000到3万里拉。本地菜市场的蔬果面包比较友好，进口商品和牛肉明显更贵。交通更省，地铁、公交、渡轮共用一张 Istanbul Card， 一个人每月通常约2000到4000里拉。水电燃气加网络约3000到8000里拉，但注意冬天取暖会把账单推高。医疗这项别省。本文写作时，覆盖3口之家的私立健康保险常见于每月约2000到6000里拉。符合条件的居留者也可参加土耳其社会保险机构 SGK 体系。伊斯坦布尔的私立医院水平较高，不少设有国际部，自费单价通常低于欧美，但没有保险时，住院或手术仍可能不小。还有一项很多人直接忘了，身份的合规成本。短期居留许可由土耳其移民管理总局 GOG-IDRISA 审批，通常要地址证明、健康保险和资金证明，官方费用可能调整。好，回到开头那个钱坑，它不是房租，也不是学费本身，是通胀和汇率。里拉计价的开支会随通胀一路往上走。TÜİK 定期发布消费者物价指数，汇率可参考土耳其中央银行 TCMB， 所以建议用美元或人民币做预算，并预留缓冲。另外2个坑，学费通常不含餐费、校车、校服和报名费，还有租房合同里那条调租条款，很多人签的时候没细看。把这3点提前处理掉，这份预算就能做实。中土华信集团是设在伊斯坦布尔的全中文团队，从看房、择校到居留身份端到端陪同，关键节点提供中文书面汇报，没有任何机构能保证审批结果。主页了解更多，关注我，少走弯路。